今天的沈毅一直魂不守舍，几次欲言又止，却又咽了回去。最后还是我开了口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沈毅叹了口气，需要出差，去林市，明天就能回来。但你身边离不开人。算了，我安排别人去。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我一直看着他，看着他说的情真意切。他坦然地迎着我的目光，不躲不闪。他疑惑地问我，怎么了？我摇摇头，没事。我说，你去吧。那你一个人怎么办？我让我妈过来陪我。自从我怀孕后，沈毅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，尤其随着我肚子越来越大，他总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，推了很多应酬，就是为了照顾我。万一出了点什么事，你身边没有人，怎么办？反正我在外面也是不放心，还不如不出去了。即使偶尔非出去不可，他也至少会等我妈过来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妈照顾好我，弄得我妈都哭笑不得。我亲生闺女，我还能亏待了不成？可今天他只迟疑了2秒就点了头。那行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尽快回来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他走得很急，只拿了一套换洗的衣服就匆匆离开。我坐在原地没有动，甚至在他回头看我的时候还笑着冲他摆了摆手。等到房门紧闭，我还是没动，但挺到僵硬的脊背却松懈了下来。沈毅反常了，从头到尾都是反常。可我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，一个多余的问题都没问，因为我知道他要去哪儿，又要见谁。起初我并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，我只知道她姓许，沈毅叫她许老板。我第一次见到她是1年前，那时候我还没怀孕。我在沈毅公司楼下新开的一家咖啡馆等他，我没有提前通知他，想着到了中午再给他打电话。他却突然走了进来，前台那个原本懒洋洋的女人直起了身子。沈毅冲他点点头，他笑着比了个 OK， 那是一种无声的默契。我一直觉得男女之间的默契是个很可怕的东西，它会让双方误以为他们命中注定，但那时候奇怪的感觉只在脑子里一闪而过，我没有多想。后来沈毅看到了我，很惊讶，他问我怎么在这。我说等你一起吃中饭。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怕打扰你工作吗？我问他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他捏了捏眉心，无奈地说，工作上的事，烦得很，下来走走，顺便喝杯咖啡。这里烤的小饼干不错，你可以尝尝。说着他抬起手，许老板，再来一份小饼干。迎着那女人疑惑的目光，他笑着介绍，我妻子。那一天他们都很坦然。沈毅坦然的介绍，许愿坦然的跟我打招呼，甚至还免了我们的单。沈毅说这家的咖啡很正宗，尝过一次还不错，他们公司的下午茶就订了这家，一来二去就熟悉了。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店家和顾客，我不知道其实那款味道极好的小饼干他们店是不卖的。我也不知道许愿会给沈毅发消息，问他，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，你会娶我吗？沈毅在晚上10点的时候给我发消息，说他刚忙完到了酒店，说太累了，今天就不跟我视频了，让我照顾好自己，有什么事给他打电话。我一一回复着，让他不要担心，我没事。我问咖啡馆的服务生，许老板呢？怎么没在？小女生没什么心眼，见我语气熟稔，笑着说，出去了，下去就走了。今天我们老板生日，应该跟男朋友约会去了吧，抱了一大束玫瑰，可浪漫了。我点点头，外带了一杯咖啡就走了。这座城市很大，想要找到2个人很难，但沈毅给我买过一块通话手表，我在他出门前塞进了他的电脑包，那是我怀孕第4个月的时候他给我买的。我是孕反很严重的那类人，直到怀孕的第4个月，我的体重都是不增反减。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贫血，也不知道自己会因为空气不流通而在商场晕倒。沈毅吓坏了，直到我醒来，他的双手都在颤抖。那块手表是他用来监测我的健康和实时定位我的位置的，它很贵，所以定位的精准度也很高。就像现在，他已经在这家酒店的12楼停留了3个小时，我没有连夜赶过去。现在的我离预产期只差23天，我始终还是顾念自己的。我扔了咖啡，喝了牛奶，躺在柔软的床上，听着助眠的白噪声。可即使如此，我还是睡不着，就像1个多月前的那一晚。那是我第一次偷看沈毅的手机，因为他太焦躁了，给我削苹果时割到了手，给我倒水时又砸了杯子。他阴沉着脸将面前的椅子狠狠地踹了出去，我被他吓得尖叫。他跟我道歉，说是工作中遇到了烦心事，
说他不是故意的。可是半夜醒来，却发现身边冰凉，没了人。沈毅在阳台抽了一夜的烟，我怀着将死的心情解锁了他的手机。那个聊天界面没有退出，那个备注只有一个许字的人，在下午的时候发来一条消息：如果你先遇到的是我，你会娶我吗？沈毅没有回复，他一个字都没有回复。可那一夜，我的心还是死在了他的手机里。我是早上6点带着户口本、结婚证到达的那个酒店，我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服务台。沈毅是我的丈夫，我想知道他订的哪间房。如果你们没办法告诉我的话，我就报警。我没有精力跟任何人掰扯太多，累，身心俱疲的累。前台愣了很久，目光由惊讶转为迟疑，又转为怜悯。您稍等，我马上帮您查。他很快就把那个房间号告诉给了我，又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我笑着摇摇头，轻抚着隆起的肚子上了楼。沈毅并没有让我久等，我只在门外站了不到40分钟，面前的房门就开了。沈毅握着门把手站在那儿，他身后一双纤细的胳膊缠上了他的腰。沈毅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一晚，我一辈子都怎么呢？他的话没有说完，被沈毅仓皇甩开。他看到了我，快步向我走来，我却歪着头看向他身后。许愿跌坐在地上，火红的吊带裙已经遮不住他白皙的腿了。他怔怔地看着沈毅的背影，目光中有难过也有委屈。许许，沈毅唤出我名字的时候，声音在发颤。我也是。我握在身后的手一直在抖，我以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我是可以淡然应对的，可真到了当下，我却发现我连站立住都有些困难。车在哪？地下停车场。走吧。我手撑着墙，率先转身。沈毅想扶我，我低吼，别碰我。他的手哆嗦一下定住了，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旁。许愿就是在这个时候追上来的。林小姐，你大可不用这样，我和沈毅之间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他的语气不卑不亢，脸上满是倔强。几乎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，我一巴掌落了下去。他啊！许愿惊叫一声，你凭什么打人？他心疼的抬手想触碰沈毅明显红了的脸，沈毅侧身躲过。他哀求的看着我，许许，我们回家。许愿握紧了拳头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林小姐，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，你凭什么打沈毅？你别说了。许愿不敢置信地看着沈毅，我在帮你。你闭嘴。沈毅低斥，他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许愿，只一直望着我，并再一次开口。许许，我们回家。许许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昨天是许愿的生日，他在这边没有朋友，就希望我陪陪他。我只是陪他过了一个生日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骗你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我只是怕你生气，怕你多想。我错了，如果你介意，我以后不再跟他见面。他只是一个朋友。许许，你别不理我，你说说话好吗？你别吓我。从回到家到现在，沈毅说了很多，解释、道歉、自责。我想开口说话的，可喉咙里却仿佛被塞了棉花，让我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我不知道从何说起，也不知道能说什么，最后只能一字一句道：沈毅，我们离婚吧。我的话让沈毅猛地颤了下，他握紧拳头，深深地闭上眼睛，再睁开，好似压下了自己暴怒的情绪。我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们只是喝着酒聊天。许许，你别这样行吗？我知道你生气，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我认罚。可是你要相信我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什么叫对不起我的事呢？你们应该拥抱了吧，应该还接吻了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。这里，我指着他的嘴唇，咬伤。沈毅一震，嘴唇紧绷。我绝望地看着他，还要做到哪一步呢？捉奸在床，你们共处一室，整整一夜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沈毅，我怎么信你？沈毅颓然地垂下了头，他单膝跪在我身前，想碰我却不敢。许许，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昏了头，但我发誓，我们没有发生更多的。我求你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看在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的份上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多可笑！他明明知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明明知道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，还能做出这些，却仍然希望我能看在这些的份上原谅他。一层层叠加的情绪，一个个让人崩溃的记忆。我惶然地看向四周，最后又把目光落在自己的肚子上，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。
呜咽声听起来像困兽。沈毅紧张地护着我。许许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找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找。他的声音就像一根火柴，瞬间引爆了我。我终于嚎啕地哭出了声。我要离婚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今年是我和沈毅结婚的第4年，怀上这个孩子，我们都很开心。但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，强烈的孕反，我几乎吃不下去东西。可是不吃身体又受不住，只能强逼着自己。那时候我天天哭，太难受了，难受到让我觉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我们是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的，可真当见了红，我们又都慌了。我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保胎。怀孕的初期，我就像生了一场大病，严重的营养不良、贫血，再加上那次昏倒，说一句兵荒马乱不为过了。这个小生命看起来好脆弱，可又那么坚强。我是害怕自己会因为这件事早产的，我甚至已经做好了随时拨打120的准备。我不敢歇斯底里，不敢打，不敢砸，就连哭都得憋着，直到再也憋不住。可这引发的连锁反应是我哇的吐了出来。我抱着马桶跪在地上，那是一种5脏6腑都移位了的痛苦。沈毅拼命地拍打着门，他求我开门，求我出来，他大吼让我不要拿自己和孩子开玩笑。我狼狈地捂着自己的肚子，我多想体面地结束这一切啊！可早在沈毅开始犹豫时，我的尊严就被踩在了地上。我的父母被沈毅请了过来，我是在听到妈妈的声音后才开的门。一向温和带笑的爸爸第一次冷了脸。我好好的姑娘就是让你这么糟蹋的。他们带着我离开，沈毅拦不住。爸爸问我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哑着声音说，我要离婚。爸爸沉默良久，那就离。这一夜是妈妈陪我睡的，她搂着我，轻轻地拍着我的背，却一句多余的话都没问。父母沉默的慰藉让我冷静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沈毅就上门了，他买了早餐，抢笑着跟我父母打招呼。他们颔了颔首就出门了，把空间留给了我们。沈毅端着我爱吃的馄饨，讨好的看着我，许许，吃一点吧。我木着脸，沈毅，我们谈谈。他端着早餐和凉酒，最后点点头。好，从何聊起呢？我对沈毅说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我也想过当作没发生。沈毅怔了下，有些不解的看着我。我讽刺一笑，那一日许愿问你，如果你先遇到的是他，你会不会娶她？因为这一句话你焦躁、暴怒、彻夜未眠。当你在阳台抽了一夜烟的时候，我偷看了你的手机。我一直觉得翻看伴侣的手机不是一个好的行为。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，隔阂就已经产生。如果2个人之间连信任都没了，又为什么还要在一起？可就是这样想法的我，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我的话让沈毅僵住了，他的身体微微后倾，那是一种下意识想要逃跑的姿态。他握紧拳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可我没有回他，我擦掉眼角无意识噙出的泪水。是啊，你没有回，却比回了还让我难过。沉默的窒息感再一次弥漫。沈毅几次张口欲言，最后他说，如果你看过那些，你应该明白的，我和他在此之前没有任何逾矩，我只把他当朋友。前天晚上，是我们喝多了，有些昏了头，可也止步于此，没有再进。许许，我真的没有背叛你。我没有看沈毅，只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。4月3日，我预约做4维彩超的日子，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宝宝大概长什么样。我特别期待，但你说你没有时间，因为有个重要的会议。可实际上是你约好了许愿去爬山。你每天都会在楼下订2束满天星，1束早上带走给他，1束晚上带回来给我。只有2月14日那天不同，你带走的是玫瑰，19朵玫瑰。你们那栋大楼的专用电梯是需要内部卡的，许愿抱怨说等电梯要好久，你就给了他1张。你说你肩膀疼，他就专门去医院给你配了膏药。那段时间你身上总是有药味，我问你，你说是你自己买的。你生日那天，在我睡着后，在凌晨，你下了楼，许愿送你一个袖扣。他问你，他是不是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？你说是。你们的默契是，他说走，你说走。他说一个顶楼，你回复一个1。他说困了，你说马上到。你换车那天是带他去试驾的，他说有人误以为你们是情侣，你发了个尴尬的表情，然后是满屏的哈哈哈。你每天下班回来的路上都会和他语言聊天，27分钟，
正常语速你们可以说2到3千字。除了热恋的时候，我们有多久一天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？和许愿聊天的沈毅是让我陌生的，不，也不应该说陌生。大学时候的沈毅就是那样，开朗，话多，甚至还带着点小幼稚。只是当对面的人不再是我，那种仿佛蚂蚁啃食皮肤的难受感几乎将我吞没。沈毅的头越垂越低，他毫无底气地说，我只是把他当朋友，我只是有时候太累了，和他聊聊天。我们只是在聊天。许许，你要怎么样才肯信我？深深的无力感拉着我往下坠。沈毅，你知道我有多希望你已经出轨了吗？你们的亲近，你们的默契，就像一柄悬在我头上的铡刀，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，我只能提心吊胆的等着。我想过当作没看见，我也犹豫过是否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是真的犹豫过。我怀孕了，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，他们没有真的发生什么。我是该清醒的直面，还是该含糊地带过？可其实，当我关掉手机躺下去，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，就表明了我的态度。我以为我可以做到，可自从我发现了那些，我就不再信任你。你只要离开我的视线，我就怀疑你和他在一起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会做什么？那些猜疑每分每秒的啃噬我，我快被逼疯了。沈毅，我要被你逼疯了。我无助的哭着吼着，那是我最痛苦的1个半月，我几乎觉得自己已经疯了。直到沈毅答应陪许愿1夜，他说这样也许我就能放下了。沈毅，你心疼我吧。沈毅回复好。那一刻，铡刀终于落下，我向死而生。沈毅，我们离婚吧。沈毅不同意，他说他可以做任何妥协，除了离婚。他开始每天往我父母这边跑，不让他进，他就坐在车里，一坐就是1天。他累我也累，直到想要离婚，我才发现原来离婚那么难。在有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，只能提起诉讼，从诉讼到开庭，起码1个月。如果不是重大过错，一审不会判离，那么就只能再等半年，再次起诉。第2次就能判吗？应该，也许，大概。可现在，我快生了，我等不了1个月，我只能熬。这让我焦虑、失眠，没有食欲，甚至开始暴怒。在我又一次歇斯底里的把沈毅送上门的东西扔出去时，温热的粥浇了他满身。沈毅气得发抖，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我已经跟你认错、道歉，并发誓不会再有下一次，为什么你还要不依不饶？我就真的那么不可饶恕吗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就连1次机会都不能给我吗？林之许，算我求你了，我们不闹了好吗？我的耳旁嗡嗡作响，我扶着门的手已经失了力道，开始往下滑。沈毅，我也求你了，别再恶心我了。这是我昏倒前对沈毅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听我妈说我大出血了，直接上了手术台，剖宫产，险象环生，但最后母女平安。沈毅的母亲从国外赶了回来，他妈拉着我的手，满脸心疼，辛苦你了。你这孩子也是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知道给我打电话？沈毅，哎，他这次是吃了教训，长了记性的。你没看到，还躲在安全通道哭呢。我太累了，累得没有精力开口说话。是我妈冷着脸拉过我的手。沈毅妈妈，你要是真心疼我们家许许，就让沈毅把婚离了，别再相互折磨。沈毅的母亲僵了下。亲家母，我们当父母的可不好这样掺和。他们小2口是闹了点矛盾，沈毅错了，我让他道歉。可这过日子，牙齿都有咬到舌头的时候，更何况是2夫妻。再说了，现在孩子也生了，就算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他们絮絮叨叨好像说了很多，我没有在听，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对于沈毅的母亲，我一直是尊重且亲近的，她待我好，我也愿意对她好。可遇到时才发现，谁的母亲还是帮着谁的，或者说，不管在沈毅还是沈毅母亲的眼里，都是我小题大做了。我不想见沈毅，他就每天守在病房门口，我爸拦着不让他进，他既不闹也不硬闯，就静静的待着，只偶尔央着让他看看女儿。我妈心软过几次，趁着我睡着把孩子抱了出去。其实我都知道，只是装作不知道。我没法隔断这孩子和他的血缘，一辈子那么长，我能拦着他们永不见面吗？沈毅的坚持是有作用的，至少我父母动摇了。他们面对我和孩子时开始叹气，我妈甚至欲言又止地说，要不算了，孤立无援，让我痛苦。
可是我该怎么告诉所有人？如果换做其他人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但是沈毅，不行。我那么爱我一心一意期待我们孩子的到来，他却在我最爱他的时候捅了我一刀。那种被挚爱背叛的感觉，分分秒秒的煎熬着我。我恨他，我也不再信任他。我该怎么跟他过完余生？就非要等到婚姻烂到了骨子里才能不要吗？我在医院住了15天，许愿来过一次，带着果篮、鲜花，说来看看我和孩子。那会儿我父母带着孩子去照蓝光了。沈毅说，你走吧，别再来了。许愿沉默了几秒，在开口时声音有些抖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消息，怎么连朋友都当不成了？是不是林小姐还有误会？我可以去跟她解释。许愿，沈毅打断他，以后我们别再联系了。许愿是哭着离开的，果篮砸在沈毅身上，他骂沈毅混蛋。沈毅闷不吭声的受了。后来他在我床边站了会儿，在他准备转身出去的时候，我叫住了他。沈毅，我就是想问你，等到柚子长大，他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，你会劝他不要计较吗？沈毅沉默了。我继续说，我女儿不行，我也不行。我知道他和许愿的对话是故意让我听到的，他在告诉我他会和许愿断了联系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现在断了就代表他们以前不曾爱过吗？现在断了就代表他们以后不会再有瓜葛吗？沈毅，离婚吧，否则等到出院我会提起诉讼。我的这句话似乎引爆了沈毅一直压抑的情绪。为什么？他低吼，我都已经这样跟你道歉了，我给你下跪，我哭着求你，你还要怎样？我只是犯了一个错，就活该被判死刑吗？你就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？林之许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这是他第一次走得这么果决。他说，我们先暂时不要见面，都冷静冷静，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。一开始我没明白沈毅的意思，但我们从大学到现在，恋爱4年，结婚4年，我终究还是了解他的。他好像在说，凡事适可而止，做得太过就不可爱了。这个认知让我心底发寒，也更坚定了我要离婚的决心。没等到出月子，我就见了律师，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律师告诉我，第一次基本上不会判离，尤其在沈毅不配合的情况下。如果你确定要离，一审结束后开始分居，分居满1年，再次提起诉讼，基本上半年左右就能判离。我算着日子，等着出庭。收到法院传票的沈毅发了疯，听说他砸了办公室所有的东西，还怒斥让所有人滚。我以为他会来找我，可先一步传来的消息却是他母亲昏倒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我问朋友，他摇摇头，不清楚，好像是跟沈毅他爸吵架了，具体因为什么没人知道。现在怎么样了？醒是醒过来了，就是哭天抢地，要死要活。我松了口气，醒过来就好。妈妈说，你不过去看看。我忙着给女儿换尿不湿，头也不抬。不去，既然已经决定了一拍两散，就不要再做让彼此心存幻想的事。很奇怪，人好像是可以一夜之间长大的。女儿出生前，我以为沈毅给我的背叛会让我痛不欲生，至死方休。可在一天一天照顾女儿的日子中，我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了。我开始正视，我的婚姻就是失败了。我没想去看沈毅的母亲，她却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想见我一面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许，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。她的声音难过又低沉，让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过去了。也就这几天的功夫，沈毅的母亲肉眼可见的憔悴了，还是沈毅，他的样子颓然到仿佛失去了全世界，彷徨、无助、痛苦。他说，许，谢谢你能来看我妈。我冲他点了下头，走进了病房。沈毅的父亲出轨了，不，更准确的说，是他遇到了真爱，要离婚。而他所谓的真爱，只比沈毅小2岁。他说他从来没有和哪个人这么契合过。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钓鱼，一起旅游，有说不完的话。他说他感觉自己重新活了过来。他说他为这个家牺牲了一辈子，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活一次？沈毅的母亲越说越激动，他说他对我，对这个家只有责任，是我和这个家绑住了他。他凭什么？难道就只有他对这个家有付出，我就没有吗？他凭什么几句话就否定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？他就是移情别恋出轨了，还非要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。我不会成全他们，我死都不会成全他们。想跟我离婚，去找他的新欢，没门儿。
沈毅的母亲颤抖着抓住我的手，徐徐，你明白我的对不对？你是理解我的，是不是？这世上只有你知道我遭遇了什么，他是逼着我去死啊。随着他的一字一句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他为什么想见我，又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多。原来真的是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，不知道疼啊。之前他轻描淡写的就把沈毅的过错接了过去，形容那不过是牙齿碰到舌头。可现在到了他自己身上，他却说这是在逼着他去死。对此，我没有安慰，也没有落井下石，只在他说完后推开了他的手。面对他期待的目光，我淡淡的说，你好好休息，柚子快醒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徐徐，我出病房时，沈毅就站在外面，他目光阴阴的看着我，我们谈谈好吗？谈什么呢？就连离婚我都只想解决，不想谈。沈毅，你知道我今天过来见你母亲，其实我还没出月子吗？我这时候应该躺在床上休息，而不是站在这里跟你谈。我的话让沈毅的脸色白了又白，他怯怯的上前一步，我往后退，他便不敢再近。我问你2个问题吧。第一，如果你爸没有提到离婚，只是有了个红颜知己，你是共情你爸还是心疼你妈？第二，你爸有这个红颜知己也不是1天2天的事，他为什么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离婚？说完这些，不顾沈毅隐忍到极致的情绪，我扬长而去。沈毅的父亲铁了心，他宁愿净身出户，也要离这个婚，这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一直以来，父母恩爱，家境优渥，都是沈毅的标签。他没吃过原生家庭的苦，他父亲是他的崇拜对象，他母亲永远温柔善良。在他毕业后，他拿着家里的资金和资源自己创业，到现在也是个小有所成的老板，所以他也没吃过多少社会的苦。唯一要说波澜，大概就是这次我要跟他离婚吧。我了解沈毅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但也觉得自己没那么错。他选择了认错，但也认为只要认个错就行了。有什么大不了呢？有什么大不了？可他父亲的这件事却好像让他突然醒了过来。他已经很多天没有联系我了，但却会经常出现在我们小区外，车子停在那里，一停就是几个小时。直到有一天他叫住了我爸，说想见见我，有话对我说。他不愿意下来也没关系，我就待一会儿，一会儿就走。我爸说完这些后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经历了些什么，瘦了一圈，身上的烟味重得吓人。我犹豫了会儿，最终还是决定跟他谈谈。我们就在路边的长椅上坐着，良久的沉默后，沈毅开了口，他说，你上次问我的问题，我想了很久。后来我问了他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离婚？他说，因为我和我妈的态度。我们对这件事的轻描淡写，让他觉得一个男人在外面多了个红颜知己是可以被接受的。他觉得我能够理解他喜欢上了别人，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他提离婚，我们应该也能很好接受。沈毅说这些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抖，他的声音也是。他怎么会做出那些事呢？明明他和我妈一直相爱，直到他提离婚的前一天，他还会在出门前拥抱我妈。沈毅把脸埋进掌心，他哭了，因为他父亲对婚姻对家庭的背叛。可他的眼泪并没有激起我的任何怜悯，反而让我心生不适。直到他问我，许许，你是不是特别恨我？我放在长椅上的手一紧，倒刺扎进指腹，生疼。我回忆着那些并不美好的经历，一开始是难过，发现你身边多了那样一个红颜知己，我很难过。可是他的表白你没有回应，我松了口气，至少你没有背叛。可你也没有了断，你还是继续做那些事，这让我很痛苦。你们只是朋友，你们没有逾矩，难道结婚后连朋友都不能有了吗？好像如果我追究，都是我胡搅蛮缠。直到你答应和他共度一夜，我突然就松了口气。都说当局者迷，他的表白你没有回应，不是你不想，是你不能，所以你痛苦、焦躁、暴怒。即使知道他对你动了心，你依旧没有保持距离，因为舍不得。你答应陪他一夜，也是动了其他心思的吧？阻挠你的是什么？大概是你最后的责任感和道德底线。沈毅，当我后知后觉意识到原来你喜欢他的时候，我特别恨你。沈毅看着我的眼神很痛苦，我却觉得心中的郁结散了些。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恨这种感情太浓烈，伤人伤己，没必要。沈毅，你如果真觉得对不起我，那就果断的把婚离了吧，给彼此保留点最后的体面。在我们谈话的最后，沈毅答应了离婚，这让我一直以来紧绷的心松懈了下来。
可能是我脸上的笑意刺痛了他。他离开的很匆忙，就像落荒而逃一样。我和沈毅离婚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他净身出户，把固定资产都给了我，他只留下了公司，说以后他的都是柚子的。他给的我收了，至于他的话，我笑了笑也没应。一辈子太长，不许诺不信诺，这大概才是成年人的自我保护吧。至于他和柚子的感情，我不会特意阻拦，也不会特意培养，随缘。柚子一天天长大，他已经由干巴的小猴子变成了粉嫩的糯米团子，喜人的很。我妈爱不释手，乐意天天哄着，我也就乐得清闲，直接结束假期，开始复工。沈毅经常过来看柚子，每次我都会找借口避开，慢慢的他也就识了趣，尽量找我不在的时候过来。他的父母还在闹着，听说他父亲已经在外安家了，他母亲天天吵天天骂，但也改变不了他父亲的去意已决。于是他开始迁怒沈毅，说都是沈毅带的头，影响的他爸。大戏一出接一出，不用我目睹，就有无数人往我耳中传。后来沈毅过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，因为他母亲闹得太凶，不管是他父亲的事业还是他的公司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有人唏嘘，有人挖苦，有人看笑话，就连我妈都忍不住感叹，还好你及早从那个烂摊子里抽了身，不然我们幼幼都要受影响。对此我不置一词。后来我遇到过许愿一次，他有了新的恋情，他跟我道歉，说着曾经的犯蠢往事，说着现在都放下了。他满脸的释然，一副要跟我一笑泯恩仇的样子，让我觉得挺荒唐的。你是真的想跟我道歉吗？不过是自私的想寻求心理安慰罢了。许小姐，我没有义务满足你，因为你实实在在破坏了我的婚姻和家庭，这个愧疚感是你应该背负的，而我只需要弯掉沉疴，丢下包袱。我有工作，有孩子，还有爱我的家人。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它只能让我痛苦一阵子，但绝不会让我痛苦一辈子。前提是我及时抽身。番外，沈毅第一次遇到许愿时，他的咖啡馆刚开业不久，为了及时送餐，他央求沈毅让他搭乘那个内部电梯。顺手的是，沈毅答应了。后来沈毅问过自己，是不是其他的人他也会答应？大概不会，因为许愿足够漂亮，那匆匆一瞥是有让他惊艳到的。第二次见面，许愿为了感谢他，请他喝了杯咖啡，于是沈毅又让他乘了一次电梯，而他又送了他一份自己现烤的小饼干。就这么一来二去，沈毅和许愿熟识起来。他公司下午茶的订单给了许愿，他和许愿加上了联系方式。那次他去爬山，偶遇了许愿，原来他也喜欢，他还分享了自己的甜点和咖啡。沈毅感到了久违的惬意。许愿说，以后我们一起。沈毅笑了笑，却没有答应，他觉得这样不太好，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，因为他们又在同一场音乐会遇到了。那场音乐会本来林之许应该陪他一起去，可他为了工作放了他的鸽子。沈毅嘴上没说，心里是失望的。许愿的出现弥补了他的失望，他们竟然有那么多相似的爱好，这样的契合让沈毅着迷。闲聊中他说起了自己每天都会送林之许一束满天星的事，许愿很羡慕，他说从来没有人送他花。沈毅有些心软，于是说，那我送你。真的？当然。沈毅觉得这是无伤大雅的事，不过多订一束花罢了。于是后来在情人节，当许愿说真想谈一场美美的恋爱，如果有人送我一束玫瑰花就好了的时候，沈毅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非要谈恋爱才能收到玫瑰花，我送你。沈毅没有细究，他那时候的迫切是不是不希望许愿谈恋爱？沈毅喜欢许愿吗？应该是喜欢的吧，只是这种喜欢是否跟爱情有关，沈毅没有想过。但他知道许愿的喜欢跟爱情有关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男人在这方面最敏感了，可他不希望许愿说出来，他给不了许愿想要的，也不想给。他有他爱的妻子，他们的孩子也马上要出生了，许愿于他只能是朋友。可最后许愿还是说的，这让沈毅无比焦躁，焦躁到不想看到林之许，就好像林之许的存在是个阻碍一样。沈毅没有回复许愿，许愿也当那句话没有问出，他们继续之前的相处模式，只要不点破，他们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。可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那一夜荒唐，他们拥抱接吻，只没有做到最后一步。当沈毅打开门，看到林之许，他的心沉到了谷底。
沈毅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事情有多严重，或者说他故意自欺欺人，他只是交了一个朋友，一个比较合得来的朋友，他没有出轨，没有做对不起林之许的事。林之许可以生气不高兴，他也会道歉，但仅限于此。离婚过了吧。自从林之许发现后，沈毅的情绪就一直很紧绷，不停在愧疚和烦躁中横跳。林之许难过伤心时，他很愧疚，可当林之许总把离婚挂在嘴边时，他就会特别烦躁。他只是犯了一个错，一个没有严重到天理不容的错，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一次？沈毅不明白。直到他爸提出离婚，那段时间沈毅心情很不好，他妈也会跟着抱怨林之许不懂事太作，本来没多大的事，被他搞得好像天塌了一样。别说红颜知己了，男人但凡有点能力，谁身边是干干净净的？想要把日子过好，有时候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话是在饭桌上说的。他爸若有所思，所以你觉得这种事没什么？他妈并没有感到异常，只是无所谓的说，当然了，这有什么？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，所以他爸说，我喜欢上了别人，离婚吧，我净身出户。他爸跟那个女孩已经2年了，只能叫女孩，毕竟比沈毅还要小2岁。他爸说他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。我这大半辈子为了家庭为了事业付出，难道临了我还不能为自己活一次？听着他爸讲述他和那个女孩的相处，沈毅只感觉被人打了一巴掌。多相似啊，他爸和那个女孩跟他和许愿多相似啊，他就好像被人剥光了衣服丢在大庭广众，难堪羞恼头皮发麻。可他不能落荒而逃，因为他妈昏了过去。第一，如果你爸没有提到离婚，只是有了个红颜知己，你是共情你爸还是心疼你妈？第二，你爸有这个红颜知己也不是1天2天的事，他为什么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离婚？林之许的2个问题就像当头棒喝。沈毅终于明白了一句话，原来刀子只有扎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。真正让他决定离婚的是他妈的一句歇斯底里对沈毅说的，你果然是你爸的种，跟他一模一样，连找女人的借口都一样，恶心恶心。林之许说，你能别再恶心我了吗？他说，你爸至少敢承认他就是喜欢上了别人，你却连承认都不敢。沈毅，你还不如你爸。沈毅如坐针毡，瑟瑟发抖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可是他难道不恨他爸吗？他恨，他不理解，他甚至不想跟他爸多说一句话。如果把他爸置换成他，林之许，他那刚出生的女儿，是不是也这么恨他？沈毅怕了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终于开始后悔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星星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